大家好，我是老歪。上一次我的影片跟大家分享，如果想要在家里做焊接的时候需要哪些工具。对于新手来说，我挑选了几个最精简的工具跟大家分享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更进阶的一点，我要模拟一个在家里的空间，然后让你们知道，在家里真的要做焊接的时候，你需要做哪些更完善的设置。那你们可以看到后面是我平常在工作的工作桌，然后今天我把我的焊接设备摆在厨房的吧台上。所以第一个这个焊接的空间，我会建议说，你可以挑选像在厨房或者是在窗台前面，就是主要的功能是它可以通风。那如果在厨房的话，如果你旁边就是抽油烟机，你也可以在它的附近工作，把抽油烟机打开，因为我们焊接的过程中会有一些燃烧的一些气体。如果我们可以在通风的地方做焊接，我觉得会比较好。那再来是这个桌面的保护。如果你像我一样，我这个吧台是贴皮的一个桌面的话，我就必须要保护我的桌面，所以我会挑选一块瓷砖。瓷砖它可以防火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拿来当做一个最底层的保护桌面的东西。像我虽然垫了瓷砖，但是因为瓷砖它只有防火，但是它没有那么耐热，所以我会在这个瓷砖底下垫像这样子的，就是破掉的蜂窝耐火砖，我会把它垫在4个角，让它有点腾空，这样它的这个热源就不会紧贴着你的桌面，然后把你的桌面弄坏。上次有介绍到，我们焊接用的耐火砖。那我的这个是圆形的，那你们一般可以买到的还有像这样子长方形的，或者是更大块的蜂窝耐火砖。上次也跟大家讲了，它就是利用它很多孔洞的这个透气性，帮助你焊接的时候这个热源可以对流。然后我要介绍另外一个我平常有时候也会用的，没有那么常用，但是有时候会用的，就是这种碳砖。如果你要做熔融，或者是做融化一些小金珠、小银珠的话，这个碳砖是蛮好用的。它可以让这个金属很快的就聚热。再来就是焊接一定会用到的火枪。这个火枪我上次介绍过了，它就是日本制的这种小火枪。然后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你要怎么帮它灌瓦斯。它平常灌的是这个打火机用的这种瓦斯。然后我们要灌瓦斯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底盘的中间有一个小洞，它就是方便你不用把这个底座拔开来，我们就可以直接灌瓦斯。那我要灌的时候，我们就垂直把它往下挤压。然后你在灌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这个气体，它灌进去以后它变液体，所以它会从底下慢慢的冰的感觉就会慢慢的往上升，就表示这个液体慢慢的往上升。当然你可以把它灌到满，你可以把这个气体灌到整个满出来，就是你发现洞口已经渗出来这个瓦斯的液体了。那你灌好了以后呢，我会建议放着让它静置个1分钟，我们再使用。因为它现在把气体灌在里面变液态的时候，需要一点时间让它稳定一下，所以灌完以后我会放个1分钟让它稳定，然后我们再开始使用。如果你是右撇子的话，那你的火枪要拿在左手，就是你的非惯用手。那你如果是左撇子，我们就相反过来。很多学生会问我说，为什么这个火枪要拿在左手？左手不是比较不好控制吗？是因为我们的右手要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拿你的镊子。因为我们的右手要精准的控制我们这个焊接盘上面的所有状况，所以左手它还能稍微应付这个火枪这个比较大动作的控制，我们就让左手来做这件事情。那在家里的话，使用这样子的小火枪，我自己觉得是绰绰有余。那什么时候什么状态你会需要到更大支的火焰，或者是更大的焊接器具呢？如果超过4公分或者是5公分的范围，我就会改用普风炉，或者是改用比较大的火枪。就算是这种灌瓦斯的手持式火枪，它也有分大小，就是这个是最小最迷你的。但是如果你要拿来焊接稍微大一点的物件，或者是甚至要拿来熔少量的银，我们可以买更大支的火枪，一样是灌瓦斯的。那再不然你就干脆直接买一个脚踏式的鼓风炉。那脚踏式的鼓风炉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使用的，然后一般的焊接从最小到中等体型它都可以应付。那如果你要做比较大型的物件，我会建议你就直接改用气体的焊枪，
比如说乙炔或者是瓦斯氧，或者是氧乙炔都可以，就是它的那个火枪的力道跟火焰的大小都会比较集中比较大。那我们如果平常做首饰，在家里做首饰，我觉得不要超过这个5公分的范围，用小火枪就很足够了。然后再搭配1罐瓦斯，就摆在家里。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最安全的。像这个上次有说这个第3只手，它其实是上下2个这样子东西的分开。那这个底座是铁的，所以它有一个重量。那用它来夹着这个第3只手，你就可以很方便的夹取你的焊接物。然后这个第3只手的这个地方呢，它是一种塑胶材质，那它们叫电木。那这个材质它可以防止这个温度的上升，就是说我们如果用这个第3只手夹着你的东西焊接完以后，通常整只就会受热，有这个电木包覆住的地方它就不会烫，所以你焊接完以后，你还是可以压着这个地方把它撑开。那这个东西的用法就是你往下压，它这个嘴就会打开，就是这样子的用法。那你就可以把它夹住你要焊接的东西。那这个之前在我的影片里面，我都有跟大家分享说，像这样子的铁制品呢，那它就是会吸热，所以你在焊接的时候，你要夹取的位置就很重要。你不可以把它夹的离你的焊接的位置很近，这样子火源会一直被这个第3只手吸过去。所以不管你用任何辅助的夹子，你都要注意焊接时候的这个火的位置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。我自己觉得焊接的时候蛮好用的东西，比如说，像我刚刚有说，我会垫这个插销在平面上，这样平放的从上往下这样焊。那有时候呢，我的东西是需要从下往上焊，我会准备一个铁网。那这个铁网平常就是拿来烧珐琅的，那我会把它折成一个么字形，然后把东西放进去，然后进窑这样夹着，进窑去烧。那我如果要用自己用火枪烧的话，我就用第3只手把这个铁网固定住，然后这样火在下面，火就可以从下面往上这样子烧。那你当然你不用烧珐琅的时候也可以用，比如说我有一个边框跟底板要焊接在一起，那你也可以从上往下这样子焊，或者是你这个东西面积稍微大一点，我就会建议说你可以把它放在铁网上面，从下往上烧。这样我们的底板大块的底板面积会受热的比较均匀，然后也会比较快。然后上面的边框如果比较细的话，也不会因为你集中加热在上面，把这个边框融掉。所以从底下加热也是一个很好用的方法。然后你可以看到我刚刚用的第3只手，我都会一直摆在左手边。你如果摆在左手边，或者是摆在左前方、正前方都没有关系，主要是你不可以把它摆在你的右手边，因为它会阻挡你焊接，所以摆放的位置也很重要。如果你在用第3只手的话，我会建议说你尽量把它摆在不会干扰你右手进行活动的这个地方。然后还有其他的像小刷子，就是刷珠焊机用的，还有焊接的焊药铁盘，全部都把它摆在右手边。然后我这边要稍微讲一下我的铸焊机，因为上次有说铸焊机很多种，那这个是我平常在用的铸焊机，那这个是膏状铸焊机，然后这个是液态铸焊机，这2种我平常都会用。然后呢，因为它们都很大罐，所以我很怕它们就是打开来一直打开来关起来，打开来关起来会挥发，所以我买来了以后，我就会直接把它分装到小罐子里面。像我在焊接的时候，我都会这样，右手靠在这个盘子的边缘，稳定我的右手，那左手会移动火枪。那我右手随时在观察我的这个焊接物有没有跑掉，或者是我会拿这个线状的焊药喂进去，那我这只手就会靠在上面，然后一边靠我就会一边用我的手腕的这个位置去转我的铁盘，那我的左手可能就不太会移动，我的右手就可以这样子旋转我的铁盘，让它均匀的加热。这是我平常在焊接的一个小动作啦。那这个铁盘是好用，但是它就稍微占位置一点点。你们可以买更小型的，或者是更扁平的那种铁盘。这种铁盘的选择有很多，然后大家都可以选。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底下这一块瓷砖，这一块瓷砖是最重要的，因为你的火有时候你虽然想往这个地方走，但是有时候你回头去拿一个东西，你的火就喷出来了。那一喷出来就会烧到你的桌面，所以有一个可以防火的东西是很重要的。
如果你是在家里的话，你可能得小心，你这个焊接的位置的下面是什么材质的？如果是有垫布啊，或者是地毯，那你可能得上面再铺一个防火的东西，避免你焊接的东西不小心掉下去。那我们焊接的时候也可以戴一下口罩，防止这个燃烧的这个气体会有一些东西跑出来。那你如果讲究一点，你可以戴3M的那个防异味的口罩，那个也可以。然后再来就是焊接的时候，我会建议说，如果你没有在戴眼镜的话，你可以戴一个护目镜，这种透明的护目镜，它可以稍微隔绝这个火的温度，因为火如果你烧得太久，这个火会让你的眼睛很干。那你如果有稍微戴一点防护的眼镜，它可以稍微阻隔一下这个热源。然后我建议不要戴这种我们龙银龙晶戴的这种墨镜，因为这个眼镜它有颜色。然后我们在焊接的时候，其实最重要的是用你的眼睛观察这个火的位置，还有焊药流动的状态。所以你如果戴了有颜色的眼镜，它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判断你在焊接的这个状况。所以我会建议说，你戴一个透明的护目镜，保护你的眼睛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得很长久。上次有讲到自酸，我用的是像这样子的硫酸氢钠，然后我会把它放在加热器里面，让它有一点温度。我拿来放酸洗液的是像这样子的酱瓜的罐子，就很方便。然后你的这个加热器里面要装水，因为它就是靠这个加热器里面的水的温度来间接加热你的酸液，它不是直接去煮你的酸液。所以你不要直接把你的酸液倒在这个加热锅里面，你一定要装在一个耐酸的罐子里，然后再把它放进来，然后里面是水，好，大概是这样。然后开关打开，然后它就可以持温。我会建议说，你如果用加热器的话，因为这个里面有酸，所以加热器的底下，我会建议说，你最好是可以放一个塑胶的盘子，这样子比较不会伤到你的桌面。因为这个酸液如果滴到桌面，久了以后，这个桌子可能会有一点被侵蚀。酸液旁边最好随时有一条抹布，那如果有不小心滴出来滴到桌面，随时可以擦，把它擦掉。当然，在家工作虽然有一些限制，比如说隔音的问题，你怕吵到邻居，或者是你怕你做的东西会有一些污染，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。但是我相信，只要把它处理好，其实在家工作并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。特别是你的设备比较少，那你做的东西很单纯的时候，在家工作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在家工作也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你的时间比较弹性，然后因为你很熟悉这个环境，你会比较有安全感。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节省这个去外面租工作室的成本。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。如果大家对这支影片有任何问题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，或者是想要看其他类型的影片，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说哦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啦，拜拜。